2012年6月18号，广东省东莞市19岁的女工郑婷正在工位上缝制皮包。第二年，这个手袋厂的老板跑路了，欠下了员工2个月的工资。郑婷的遭遇在外来务工者中并不罕见。拍摄过中国打工者的摄影师很多，但应该没人能比战友兵更深入，原因写在他的微信签名上。一位拍照的农民工。30年前，战友兵还是东莞一个酒店的保安。今年7月，他从20多年来拍摄的170万张照片中挑选了127张，出版了《如此打工30年》这本书，不仅是他的个人经历，更是一部中国制造业劳工阶层厚重的纪实文献。战友兵1973年出生于湖北，虽成长在农村，却并不善农活。或许是因为他看见父辈年复一年在土地上耕作，连翻新房屋都没有钱，而同村的邻居打工4年后就在家盖了楼房。高中读完便去当了兵，身在军营的他收到了在深圳打工的妹妹寄来的一封信。这里处处是工厂，电线杆上都贴着招工广告，工厂旁边什么都有，大排档、杂货店。1995年，22岁的战友兵退伍了。7天之后，他带上被子，揣着仅有的500块退伍费，踏上南下的列车。第一站是东莞塘厦168工业区，找工作成了第一道需要逾越的关卡。当时以玩具制衣厂为主的东莞，对手工的精细度要求高。面对无数怀揣梦想的打工者，很多工厂都优先招聘25岁以下的女性。那时东莞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必须出示3天内的火车票，否则随时可能面临被收容的风险。第一天晚上，他和朋友睡在建筑工地，在砖头上放上席子，再放上被子，便是一张床。夜里不敢说话，也不敢有亮光，随时准备着听到警笛或敲门声逃走。眼看3天的期限只剩1天，他终于找到了招聘保安的一家酒店。在近100名求职者中，他一口气做了102个俯卧撑。这一超越常人的数字为他赢得了这份工作，搬进了宿舍。那是100多人住在一起的大房间，弥漫着南方的湿热和众人的体味。虽然月薪只有450，但战友兵每月会结余500块左右，其中一部分是获得的小费。他对自己很苛刻，除了必须的洗衣粉和香皂，几乎不会再买其他东西。只记得有一次和同事出去玩，花了10块玩了一回游戏机，那是他记忆里最奢侈的一次。接下来的几年里，战友兵换过不少工作，直到2000年，他进入一家港资电子厂，成为一名保安主管。正是这个岗位赋予了他了解整个工厂体系的权限。他每天的巡查路线是他无声的观察地图，也正是这条路线让他看见了工友们的工作和生活。这家电子厂巅峰时期员工超过2万人，还拥有自己的内刊。内刊主编忙不过来时，就会请同在一个办公室的战友兵帮着拍一些照片。就这样，他开始拿起了相机。随着自己的照片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，2002年，战友兵购买了一台属于自己的二手尼康 F601相机。那时他或许还意识不到，自己将开启一场长达数10年的影像记录。电子厂的工作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，中午有50分钟吃饭，上午和下午各有10分钟的集中休息，用来喝水、上厕所，其他的时间都不能够离开工作的无尘室。集中休息的铃声会瞬间激活车间，工人们放下手里的工作，一涌而出，随即塞满洗手间、茶水间，急不可耐地掏出手机查看信息。情侣默契地向同一个方向汇合。那些不想走动的人就趴在工位上小睡一会儿，缓解一下疲劳。等铃声再次响起，人群又被挪回生产线的两旁，从骚动到平静，车间里只有机器运作和喘息的声音。工作时交谈是被禁止的，它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静音模式。车间的公告栏上常会贴出某某上班时讲话记过1次之类的通告。晚上7点是理论上的下班时间，加班是常态。流水线工人普遍的工资是每小时14块钱，1个月基本就是3000多。
只有依靠加班才能拿到更多的工资。在战友兵的照片里，女工获得了更多的关注，毕竟在早期一些劳动密集型工厂中，女性占比高达90%，她们是彼时支撑中国制造的主力军。正值青春年少，恋爱却成了难题。除了上班和加班，大多工人的其他时间也只能在工业区进行小范围活动。只有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地点，才能和恋爱对象见面。可能是在工业区的长椅上坐一会儿，也可能是在草地上躺一会儿。本该私密的生活，却只能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呈现。战友兵至今难忘一个17岁的女员工在宿舍洗澡间生下孩子，自己剪断脐带。后来，她同宿舍的人说，这个女孩每次上班都用一条布带将肚子扎紧。大家朝夕相处，竟都不知道她怀孕了。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，打工者们会多出半天的自由时间。这天，邮局里挤满了排队寄钱的人，队伍会迂回延伸到在门外很远很远。很多人读书不多，写错的字被一遍又一遍的重填，即使在冬天，也有人额头冒汗，手心沁出的汗水将汇款单浸湿。夜幕降临，工业区的生活开始苏醒，结束了加班的打工者来不及脱掉被汗水浸透的工衣，一头扎进夜生活中。打工者的夜生活也不过是在地摊上买一些生活用品，到水果摊上买一片西瓜，到工厂外的杂货铺外看电视。工业区的电话亭，1角钱1分钟，这是大家喜爱的地方。热恋中的情侣需要互诉衷肠，留守在老家的孩子需要电话里父母的声音。偶尔他们也去网吧，或在小摊上选一部山寨手机，到电脑下载处花1块钱给手机下载10首歌曲。而最受欢迎的是买一台15块的收音机，在深夜调至 FM971，听胡小梅开启的《夜空不寂寞》。晚风温柔，电台里主持人胡小梅直接而坚定的声音，似乎带着某种抚慰人心的力量。时间来到2006年，时代已悄然改变。餐厅、酒店选服务员不再是清一色的女性了，工厂也开始缺人了。2014年之后，许多企业使用浑身解数，希望留住员工，提高工资，宿舍装空调，举办各类文娱活动，但招人依然困难。工厂的规模也在缩小，过去一个工厂占据的工业园，现在可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厂在里面共同租用。很多工厂也已经改成了全自动的生产线，旧时流水线旁坐着一排一排女工的情景，如今已经很难再现。很多和我同时来广东的人都已经回老家了，离开的原因各不相同，有些人被解雇，有些人则因多年的工作积劳成疾，而留下来的人随着年龄增长，也面临着养老医保、子女就学等诸多新的问题。或许一个时代结束了，但有一件事始终未变。战友兵说道，他最近3年，每当春节和暑期，仍然会到车站去看看乘车的人。打工者带回家的行李，从之前的蛇皮袋到拉杆箱，再到如今各种山寨的名牌手袋，你仍然会在车站看到很多20多岁的新打工人。他们或许染了头发，手臂上纹了身，但他们的梦想依然。他们从农村踏入城市，相信着自己能够改变命运。2007年，在黑夜里听打工者倾诉15年后，主持人胡小梅离开了她的夜空不寂寞，没有作别。